有些姑娘来找对象，那都是牛逼哄哄啊，觉得自己买上房了，那都比男人厉害了啊，就可以找到条件好的高富帅了，思聪都得搁家里等你翻牌子呢啊。上午呢，有一位这个姑娘来许愿，真的是做梦来的，一上来就跟我说啊，自己条件特别好，希望我能够帮她介绍这个优质男。听到这儿啊，我就立马跟我那池子里的王八们啊，小板凳啊都端好了。这姑娘介绍说呀，自己啊是91年的，身高有160左右吧，体重在110斤上下。这个私企工作，年薪在7万左右，父母都退休了，家里有个妹妹正在上大学。听完我就纳闷了，我说这个条件他也算一般呢，我就问他条件好指哪一方面，他立马笑了一下，骄傲的跟我说呀，我自己买了一套80多平的精装修的公寓房，一问呢还在郊区。说完还跟我感慨呀，现在和他这么大年龄的这个男人呢，有好多都买不起房子的，何况她还是女人呢，尤其珍贵啊。我问他贷款有没有，他说这套房子呀是首付1成买的啊，花了10多万，其中啊花呗还刷了6万，商业贷了将近100万，还30年，月供啊5000多，目前呢已经还了1年多了。听完那一瞬间，我跟王八们愣是没坐住啊，我那肝儿都颤了一下。多少？5000多？你一个月的工资啊才6000左右啊！我是佩服的啊，掏肝掏肺啊。我问他为什么要在婚前买房呢？他说啊，现在这个离婚率太高了，有套自己的房子特别有安全感。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愿意在婚后出房子和男方一起住吗？他听完说呀，那怎么可能呀？婚后应该在男方的房子里。那你愿意把房子出租出去吗？他说不行，我那装修啊都是我自己亲手装的，那出租啊肯定就糟蹋了。我又问他，我说那你爸妈帮你还贷吗？他说我自己有工资啊，未来结婚我也有老公啊，用不着我爸妈去还。听着这感情啊，找人接盘给他还房贷来了。我问他想找什么样的，他说啊，年薪20万以上，工作体面，有车有房，市中心学区房，面积不能低于140平，有眼缘的男士。听完我立马秒回啊，帮不到啊，而且你这32岁啊，也没什么年龄优势了，目测脾气性格也一般。这姑娘听完就不愿意了，说她买上房子之后，那全家人都夸她很厉害呀，值得更优秀的男士。我问他，我说有一位男士啊，年薪20万，硕士学历，国企做管理的，他房子有140多平，但是有房贷，需要还20年，月供7000多，你愿不愿意？他一听啊，那不行，他房贷7000，再加上我房贷5000，他一个月就要还1万多了，年薪20万根本就不够，这日子还怎么过呀？哎呦，听完我就笑了，人家男方也没说给你还房贷吧，他却理直气壮的跟我说呀，凭什么不给我还贷啊？那不然干嘛要娶我呢？听得我也是不爽，就给怼回去。你看看你自己，拿全家之力咬紧牙关付了1成首付，每个月那点工资啊，还贷都费劲儿，花呗信用卡都刷爆了吧，还幻想着用名下有房来锁定更高阶层的男性，你不是在做梦吗？用郊区80平贷款房为条件去找市中心140平大平层的男性，你这不做会计真是可惜了啊！这杠杆原理学的不孬啊！你买的房子一没用来夫妻共同使用，二没有出租收益，男方却要替你承担贷款风险和政策风险，这男方要么是爱你至死不渝啊，要么就是个傻缺啊。现在很多姑娘都愿意婚前买房，可以啊，但是你得先解决好你面临的现实问题。如果你有能力全款买房，结婚前自住，结婚后用来出租，给家庭的总资产还增加一份不动产，每个月还都有租金收入，又或者你付了首付，而且单位的这个公积金啊能够覆盖月供，相信这2种情况不会有任何男性不喜欢，而且你还能在婚恋市场上提高自身筹码。反之，贷款30年，月供几千，还幻想在婚恋市场去找年薪20万以上的男人结婚，这根本不现实。人性啊都是自私的，恋爱需求的是情绪价值，婚姻啊本就是经济利益共同体。30年那可是半辈子替你还贷啊，那真的是上辈子欠你的啊，这辈子给你啊做牛做马来了。这上午有一位相亲男士来找我找对象啊，简直了，2个多小时呀，把控全场呀，狂嗨2个多点，简直是啊，狂拽炫酷，邪魅霸道。哎呀，我捧哏捧得太累了啊，最后不得不打断他呀。这男士呢是90年的啊，这个做销售的，年收入不明，我就跟他沟通啊，让他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好了，开始了啊。这个男士呢是大专学历，关于学历啊，男士就说呀，自己从小到大啊都没有认真学习过，但只要他想学，那成绩啊就能好到让人羡慕。曾经有一次做数学题啊，他自己一下子就想到出了4种的解题方式，而那道题呢，他们全体的这个数学老师啊和学生啊都做不出来，这让老师们很没有面子啊。从此啊，这个数学老师就针对他，给他穿小鞋儿。总而言之啊，简直就是天赋异禀，人间罕有的读书奇才啊。
但由于自己看不上数学老师，再加上这个数学只做难题，导致最后自己高考失利才考了40多分，只能上了个大专。如果当时再努力一点，这北大清华对他都不是问题。哎，学历这事儿我大概是清楚了，我就问了他一下这个工作情况跟年收入这一块。他呢先是又从大学铺垫了一下虽然是专科，但是他依然天赋异禀从来都不去上课，考试成绩那牛的都不行接着呢才讲到工作，他做销售的，那业务量那是全公司最高呀，业务能力好到一塌糊涂。但因为受不了自己年纪轻轻赚太多钱就跳槽去了隔壁家的健身房。我问他，我说那你年薪到底是多少他说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去了新公司依然凭借着天赋异禀让他在新公司里面是业绩爆棚，别人一天能卖几张卡，他一天能卖上百张，这整体核算下来一个月至少7、8千块钱。听得我是目瞪口呆确实佩服这样的奇才。我又问他，我说这个车房情况到底怎样他一听喝了口茶说想当年自己年纪轻轻月入那么多的时候他就很聪明的意识到一定要买一套房子，于是就按照自己的身价去看了很多的楼盘有的呢是这个3、400平的别墅，还有呢有1、200平的洋房。当时想着一次性付款，后来又担心楼盘万一有一天崩了，这跳水了怎么办？本着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于是他就买了一套70多平的房子贷款了50多万，现在每个月还贷2000多。这关于车他说这个人总是要返祖的，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有钱人不喜欢这个城市愿意去乡下种地？同样车也是，那是反人类的东西，多少人上班迟到，多少人堵车所以我选择坐公交。关于他的生活圈子、家庭圈子他也简单的做了个介绍，总结一下就是他不仅自己牛，他的朋友也是各种牛混得最差的那个也当了公务员了。哎呀，我跟王八们在边上直接就听呆了最后呢，我也是实在是有事我忙不开也没时间过多的跟他沟通了，我就直接拒绝了他，明确的跟他说想找对象先要脚踏实地，30多岁了不能这么飘了，改改口嗨的毛病，不然这辈子想找真心过日子的对象真的很难的。口嗨不是病嗨起来要人命中午呢，有一对单身男女来相亲女方上来就表态我婚后不想生孩子，男方立马同意，问女方彩礼可不可以不给，女方直接回复不可以。这位男士呢是92年的身高在175左右，做建筑工程的。姑娘呢是91年，偏胖一点企业会计。两人是互相看过资料，觉得都挺满意所以约在今天中午12点在办公室里见个面。这中午呢11点半左右这个女方就来了，一直等到了12点姑娘就有些不太愿意最后呢男士还是迟到了10分钟一进来就大声这个喘气就说着不好意思路上堵车迟到了。这姑娘一听这个脸一摆色也没什么好脸色。我一看赶紧招呼两人去会议室里聊聊天。这个两人进去见面坐下，这个女士就自顾自的一直喝咖啡也不怎么搭理这个男士。他就有些尴尬，就主动问了这个女士这个平时喜欢点什么。结果这姑娘就直接说你问那些没什么意义，咱呢聊点正经的。你这边工作具体做什么？年薪多少车房呢有多少贷款？男士听完心里也是有点不太愿意觉得女方太势利了。但是呢也介绍了一下自己是做建筑工程的，经常包活干，一年在20、30万左右。这个车是福特，房子呢比较偏一点，面积90多平不过好在是没有贷款。这姑娘听完就有些不太满意说我不太能接受你的工作，但你赚钱还可以。这个房子太偏了，好在没有贷款，我们可以考虑认识一下。然后精彩的部分就来了这姑娘就开始摊牌说自己婚后不生孩子，觉得自己的人生本来就很累没有精力去抚养孩子。男士听完就问那你不生孩子结婚干什么呀？这姑娘就说想找一个精神伴侣过2人世界。男士听完就问你不生孩子那彩礼可不可以不给姑娘一听不可以，如果生孩子才给彩礼，那我不是工具吗？何况我还要照顾家庭收拾家务。这男士说哎呀我请人做家务可不可以不要彩礼姑娘说不可以，因为两人生活在一起是要付出情绪价值的，那对方生气我也不能白受气吧。男士接着就问那好，我这边呢可以下血书保证对你百依百顺，绝对不让你受半点委屈，可不可以不要彩礼？姑娘回答不可以，你是在做梦呢，女人跟你结了婚还要承担被抛弃被出轨的风险。这男士就说那好，如果我跟你签对赌协议保证忠诚，可不可以不要彩礼？姑娘就说不可以，我婚后还要帮忙照顾男方父母，我自己的父母都照顾不过来了。男士一听就说那我把4位老人送进养老院全都住 VIP 客房，是不是可以不要彩礼了？
最后这姑娘实在是忍无可忍，拎包就走啊，转头就跟这个男士说啊，你这人怎么这么爱算计啊？娶老婆还不想给彩礼，格局太小了吧？活该你单身一辈子。这男士听到也不愿意啊，你都30多了，又想让别人照顾你养你，还不想给别人留个后，彩礼不松口，还要男人什么都要顺着你，你嫁神仙去吧。就这样呢，两人见了不到半个小时啊，就来我面前呀，是数落对方的各种不是啊。我跟王八们就夹在中间，一时也说不上来话。你不想生可以，但是你不能要求别人要放弃吧。姑娘，你看看你的择偶要求啊，都是利己的。男人要有能力，赚钱要养你，彩礼也要给你，你图的倒是挺多，但人家图你啥呢？他图你感情图不到，他图你脾气好吧，你比驴脾气还大，还不如找个驴呢。图你给生个孩子吧，你直接给人家断后了。对别人态度啊还不咋地，就你这样我都看不惯。这姑娘听完呢，没说啥好话呀，转身就走。哎呀，给这种人交对象呢，都是一次性买卖啊，下回啊门都没有。